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我站在金海大酒店2楼宴会厅的角落，手里握着一杯没动过的白酒，四周人声鼎沸，却没人愿意走进我的这张小圆桌。已经习惯了15年的冷遇，我本想提前离场，就在这时，宴会厅的大门被推开，一位满头白发的老者缓步走入，全场瞬间安静。只见他环顾四周后，径直朝我走来，高声道：“老赵，这么多年不见，今天第一杯，我敬你。”那一刻，我恍惚看到了15年前的自己，站在办公室主任的位置上，意气风发，不曾想到会有今天这般戏剧性的转变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腊月28的县政府年终总结大会刚刚结束，我坐在档案室的办公桌前，整理着手头最后一批文件。窗外的阳光透过玻璃照进来，把灰尘照得纤毫毕现。冬日的阳光难得这么明媚，却驱散不了房间里的寒意。电话突然响了起来：“赵守信同志，今晚7点，金海大酒店2楼宴会厅，县政府年终聚餐，记得准时到场。”电话那头是办公室小张平淡的声音，我下意识地应了一声。电话那头已经挂断了。每年的年终聚餐，我都会收到通知，这是一种例行公事的邀请，形式大于内容。我叹了口气，望向窗外的余晖。15年了，我习惯了被安排在宴会厅最角落的位置，习惯了同事们的客套和疏远，习惯了领导们的视而不见。或许今年也不会有什么不同。档案室的门被轻轻推开，打断了我的思绪。赵主任，这批档案整理完了吗？孙亮探头进来问道。虽然我只是档案室管理员，但年轻人出于礼貌，还是称我为主任。差不多了，再有半小时就能完成。我合上文件夹，抬头看向这个28岁的年轻人。孙亮是2年前分配到档案室的大学生，工作认真负责，只是对我总有一种说不清的距离感。听说今晚有年终聚餐，赵主任会去吗？孙亮靠在门框上，随口问道。去吧，每年都去。我淡淡的回答。那挺好的，听说今年的菜品特别丰盛。孙亮笑了笑，转身离开了。我知道他对我为何甘愿在档案室待15年感到不解。这个问题许多人都想问，却没人敢直接问我。隔壁桌的方小文抬起头来，这个实习生才来档案室2个月，对办公室的历史一无所知。赵主任，您在这里工作了很久吗？他小心翼翼地问道。15年了，我简短地回答。哇，那您一定很了解县政府的历史了。方小文的眼睛亮了起来。只是做好本职工作而已。我低头继续整理文件，不想多谈。方小文似乎察觉到了我的情绪，不再追问，继续低头工作。我继续低头整理档案，心思却早已飞到了15年前。那时，我还是县政府办公室主任，前途一片光明，每天西装革履，与各级领导交流，参与重要决策，被人尊重，被人看重。直到那起贪污案被我发现，我选择向时任省民政厅厅长钱向明举报。之后，我突然被调到了档案室，从此再无升迁机会。同期的同事们现在大多已是处级干部，有的甚至更高，而我依然是档案室的一名普通管理员。有人说我是被边缘化了，有人说我是得罪了领导，还有人说我是工作失误被贬值了。各种传言不断，但真相只有我自己知道。窗外的阳光渐渐暗淡，
我看了看表，已经快到下班时间了。我仔细检查了一遍整理好的档案，确保每一份文件都放在正确的位置，然后锁上了档案柜。这是我养成的习惯，15年如一日，从不马虎。下班时间到了，我整理好桌面，锁上抽屉。其他同事早已收拾好东西，准备离开。赵主任，我们先走了。孙亮和方小文站在门口，向我道别。去吧，晚上聚餐见。我点点头，目送他们离开。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寂静无声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站起身来，关上灯，锁好门，走出了档案室。县政府大院内，各部门的人们陆续离开，有说有笑，谈论着晚上的聚餐和即将到来的春节。我一个人走在后面，默默无言。15年来，我已经习惯了这种孤独。回到家中，我从衣柜里取出那套15年来只穿过几次的西装，虽然已经有些旧了，但依然是我最正式的着装。我细心刮净胡须，仔细打量镜中的自己。岁月在我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痕迹，眼角的皱纹清晰可见，额头上的抬头纹更加明显，但我的眼神依然坚定。这是15年来从未改变的东西。我穿上西装，系好领带，又检查了一遍自己的着装。虽然知道今晚依然会被安排在角落，但我仍然希望自己能够体面一些。这是对自己的尊重，也是对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办公室主任的怀念。晚上6点30分，我提前到达了金海大酒店。宴会厅门口站着迎宾小姐，见我走来，礼貌性的点头微笑。你好，请问您是哪个部门的？她翻看着手中的名单，档案室，赵守信。我平静地回答。她在名单上找到了我的名字，然后指向宴会厅内部。赵主任，您的座位在那边，靠近厨房的小圆桌。我点点头，早已料到会是这样的安排。走进宴会厅，灯火辉煌，装饰华丽。大厅中央摆放着10几张圆桌，每张桌子都铺着洁白的桌布，摆放着精美的餐具，而我的座位确实在最角落的位置，紧挨着通往厨房的侧门。这张桌子明显比其他桌子小一些，也简陋一些。我默默走过去，发现桌上已经坐了几个人。孙亮和实习生方小文已经到了，还有2个临时工也在座位上。赵主任来了。孙亮站起身，为我拉开椅子，坐吧。不用客气。我摆摆手，在空位上坐下。方小文今天换了一身淡蓝色的连衣裙，看起来青春靓丽。他好奇地打量着宴会厅里的一切，对这种场合显然很新鲜。赵主任，你每年都参加年终聚餐吗？方小文转向我，眼中充满好奇。是的，每年都来。我简短地回答。那您一定很了解这里的规矩了。方小文笑着说。我微微一笑，没有多说什么。规矩？是的，我太了解了。领导们坐在最好的位置，受到最高规格的待遇，有前途的年轻干部坐在次一级的位置，普通员工再次一级，而像我这样被边缘化的人，就只能坐在角落里。这是一种无形的等级制度，每个人心照不宣。7点整，宴会正式开始。县长刘明辉站在中央的主桌旁，拿起话筒致辞。各位同仁，今天是腊月28，农历新年即将到来。在这辞旧迎新之际，我代表县政府感谢大家1年来的辛勤工作。刘明辉的致辞充满了官方色彩，无非是团结奋进、廉洁自律这类话语。我心不在焉地听着，目光扫过宴会厅内的各个角落，
曾经的老同事们，如今大多坐在靠前的位置，有的已经是局长、主任，有的成了科长、处长，而我却被安排在最不起眼的角落。15年前，我和刘明辉是平级，都是普通科员，如今他已经是一线之长，而我只是一名默默无闻的档案室管理员。人生际遇真是令人唏嘘。致辞结束后，服务员开始上菜，我这桌的菜品明显比其他桌简单许多，分量也少了一些。刘县长带领各部门领导开始轮流敬酒，从主桌开始，然后是第2排的桌子，再到第3排。酒过3巡，热闹非凡，却没有人来到我们这一桌，似乎在宴会的版图上，这个角落根本不存在。赵主任，您不觉得委屈吗？孙亮小声问道，眼中带着疑惑。我微微一笑，举起酒杯抿了一口，习惯了。您以前不是办公室主任吗？为什么甘愿在档案室待这么多年？孙亮终于问出了那个许多人都想问的问题。我沉默片刻，目光投向远处。15年前的事情了，我轻声说道。能说说吗？我们都很好奇。方小文也凑过来，眼中闪烁着求知的光芒。我放下酒杯，回忆起那段往事。15年前，我是县政府办公室主任，负责日常文件管理和会议安排。有一次，我在整理财务报表时，发现了一些异常数据。经过仔细核对，我发现有一笔上百万的公款去向不明。当时，我将这个情况向时任省民政厅厅长钱向明同志汇报了。然后呢？方小文急切地问。我苦笑了一下，没有继续说下去。后来就被调到档案室了，一待就是15年。孙亮和方小文对视一眼，似乎明白了什么，又似乎更加困惑。那时候的刘县长还只是一名普通科员，和我平级。我补充道，目光投向主桌上的刘明辉。您就没想过申请调动吗？孙亮小心翼翼地问。申请过，但从来没有结果。我淡然地回答。久而久之，也就不再尝试了。方小文的眼中闪过一丝同情。赵主任，您真是太坚强了。我笑了笑，没有回应。坚强，或许吧，但更多的是无奈和认命。15年来，我看透了太多人情冷暖，世态炎凉。当初的同事朋友，在我被调到档案室后，一个个疏远了我，生怕沾上我的晦气。曾经的部下，如今有的已经升为我的上级。见面时神情复杂，既有尴尬，又有优越感，而我只能默默承受这一切，坚守自己的岗位，做好自己的工作。宴会继续进行，觥筹交错，谈笑风生。我们这一桌却显得格外安静，仿佛被整个世界遗忘。隔壁桌的同事们不时投来好奇的目光，窃窃私语，不知道在说些什么。我低头吃饭，心如止水。15年的磨砺，早已让我学会了不动声色地承受这一切。孙亮看了看表，轻声对我说：“赵主任，已经9点了，要不我们先走吧？”我正要回答，却看到远处有人朝我们这边走来，是老同学，现任县财政局局长徐建业。老赵，真是你啊！徐建业走到我面前，脸上带着几分惊讶和尴尬。老徐，好久不见。我起身相迎，平静地回应。听说你一直在档案室工作？徐建业试探性地问道。是啊，15年了。我微笑着回答。徐建业的表情有些不自然，似乎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我们曾是同窗好友，大学4年同吃同住，情同手足。毕业后一起分配到县政府工作，也是一起成长，一起进步。
直到15年前，我被调到档案室，他却一路高升，成为县财政局局长。这15年来，我们很少联系，偶尔在走廊相遇，也只是点头示意，再无当年的亲密无间。那个有机会一起吃个饭，好好叙叙旧。徐建业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转身准备离开。好啊，有机会的话，我淡然回应，知道这个有机会可能永远不会到来。徐建业离开后，方晓雯小声问道：赵主任，那是您的老同学吗？是啊，大学同学，一起毕业分配到这里工作的。我简短的回答。他现在是财政局局长吧？孙亮也插话道。我点点头，没有多说什么。曾经的同窗好友，如今已是天壤之别。这就是官场，这就是人生。我起身去洗手间，想借机透透气。走廊上人来人往，有的是认识的同事，有的是陌生的面孔，有人向我点头问好，有人视而不见。这些年来，我已经习惯了这种冷暖不均的对待。洗手间里，我站在镜子前，看着镜中的自己。15年的岁月，在我脸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。曾经的意气风发已经不在，取而代之的是沉稳和淡然。我洗了把脸，整理了一下领带，准备回到宴会厅。走出洗手间，我发现走廊上的气氛有些异常，人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，窃窃私语，目光不时投向宴会厅的方向。我加快脚步，回到宴会厅，发现整个厅内的气氛也变得不一样了。人们的交谈声变小了，目光不时投向门口的方向。我刚坐下，孙亮就凑过来低声说道：赵主任，听说省里的大领导来了。谁？我有些意外地问道。好像是退休的省民政厅厅长，姓钱的那位。我的心猛地一跳，钱向明，他怎么会来县政府的年终聚餐？钱向明是我15年前举报贪污案时的直接接收人，正是他将我的举报信息传递给了上级，启动了调查程序。而我被调到档案室后，再也没有见过他。这15年来，我时常想起他，想知道那起贪污案最终如何处理。为什么我会被边缘化？为什么没有人来为我平反？但我没有任何渠道可以联系到他，只能将这些疑问埋在心底。而如今，他竟然出现在县政府的年终聚餐上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我的心跳加速，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就在这时，宴会厅的大门被推开，刘明辉急忙迎上去，脸上堆满了恭敬的笑容。我起身张望，看到一位满头白发的老者缓步走入宴会厅。虽然已经15年没见，但我一眼就认出了钱向明。他比我记忆中苍老了许多，但依然精神矍铄，目光炯炯有神。各位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们省民政厅退休的前厅长。刘明辉高声宣布，全场立刻响起热烈的掌声。我默默坐回座位，心中五味杂陈。15年前的那个举报改变了我的一生，而如今当事人之一的钱向明竟然出现在这里。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，只能保持冷静，继续坐在角落里。刘明辉陪着钱向明开始向各桌敬酒，从主桌开始，他们逐一走过每一张桌子。钱向明与每位领导握手寒暄，气氛热烈而融洽。我注视着他们的身影，心中升起一丝期待，又很快被理性压下。15年过去了，钱向明可能早已忘记我，忘记那起举报案。今晚他出现在这里，很可能只是例行公事的拜访，与我无关。然而，当他们走到第3排桌子时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。钱向明似乎在寻找什么，
他的目光扫过整个宴会厅，最后停留在我所在的角落。我与他的目光在空中相遇，瞬间，我感到一种奇怪的联系。钱向明轻轻推开刘明辉，径直朝我的方向走来，全场的目光都跟随着他的脚步。人们的交谈声逐渐减弱，最后完全安静下来。所有人都在疑惑，这位省级退休领导为何会走向最角落的那张小桌子。钱向明站在我面前，脸上露出亲切的笑容。赵守信同志，好久不见了。他伸出手，我起身相迎，与他握手。钱厅长，你好。我尽量保持平静，但声音还是有些颤抖。钱向明举起酒杯，高声宣布，今天我要第一个敬赵守信同志。这句话如同一颗炸弹，在宴会厅内引起轩然大波，人们面面相觑，不明白发生了什么。刘明辉的脸色变得异常难看，但他不得不走上前来，举起酒杯。我也举起酒杯，与钱向明碰杯。赵守信同志，这15年辛苦你了。钱向明低声说道，只有我能听见。我点点头，没有说话，眼眶却有些湿润。钱向明转向全场，声音洪亮，各位同志，今天我来是专程为一个人而来，这个人就是赵守信同志。宴会厅内鸦雀无声，所有人都屏息凝神，等待下文。15年前，赵守信同志向我举报了一起重大贪污案。钱向明继续说道，这起案件牵连甚广，涉案金额巨大，如果不是他的举报，省里可能会遭受更大的损失。人们开始低声议论，有的惊讶，有的疑惑。我看到刘明辉的脸色越来越难看，他似乎想要阻止钱向明继续说下去，却又不敢冒犯这位退休的省级领导。当时为了保护赵守信同志的安全，我们特意安排他到档案室工作。钱向明的声音更加洪亮，这是一项秘密任务，目的是避免打草惊蛇。全场哗然，人们的目光重新投向我，眼中充满了惊讶和不解。我也有些震惊，没想到钱向明会这样公开真相。赵守信同志表面上是被降职了，实际上是我们安排的卧底。钱向明说到这里，语气变得更加严肃。这15年来，他一直在秘密收集证据，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线索。我惊讶地看着钱向明，不明白他为何要这样说。我确实举报了贪污案，但从未接受过什么秘密任务，被调到档案室纯粹是打击报复，这点我一直很清楚。但钱向明的话语却给了我一个全新的身份，从被贬的边缘人变成了隐藏的英雄。如今案件已经告破，相关人员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钱向明环顾四周，所以我今天可以公开这个秘密，还赵守信同志一个清白。宴会厅内的气氛完全变了，原本冷落我的领导们纷纷起身，端着酒杯向我走来。刘明辉尴尬地站在原地，然后也硬着头皮举起酒杯走向我。赵主任，对不起，我们不知道真相。刘明辉勉强挤出一丝笑容，敬您一杯，表示歉意。我没有拒绝，与他碰杯。刘县长客气了，我只是做了分内之事。刘明辉的眼神闪烁，似乎想说什么，却又欲言又止。我知道他心中的不安和疑惑。15年来，他对我的冷遇和忽视，如今突然被揭穿，自然感到尴尬和不安。一时间，我成了宴会的焦点，各部门领导纷纷上前敬酒，表示歉意和敬佩。那些曾经对我冷眼相待的同事们，
现在都用一种全新的眼光看待我。孙亮和方小文坐在一旁，目瞪口呆，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切。我保持着平静的表情，一一回应大家的敬酒，内心深处却是波涛汹涌。15年的委屈和坚守，15年的冷遇和边缘化，在这一刻竟然得到了如此戏剧性的转变。徐建业也走了过来，与我碰杯。老赵，对不起，这些年我误会你了。他的声音有些哽咽。没关系，都过去了。我淡然回应。徐建业欲言又止，最后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，默默离开了。我知道他心中的愧疚和自责。曾经的好友，因为我的降职而疏远了我，如今得知真相，自然无地自容。但这一切，我早已看淡。人情冷暖，世态炎凉，经历的多了，也就习惯了。宴会持续到11点才结束，大家依依不舍地离开宴会厅，许多人专门过来与我道别，邀请我有空去坐坐。刘明辉几次想要单独与我交谈，但都被其他人打断了。最后，钱向明拍了拍我的肩膀，示意我跟他到外面去。我们走到酒店外的花园里，夜色已深，寒风凛冽。赵守信同志，今晚的话，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。钱向明点燃一支烟，深深吸了一口。钱厅长，我有些不明白。我坦诚地说，我从来没有接受过什么秘密任务。钱向明笑了笑，拍了拍我的肩膀。我知道，但这样解释对你更有利。为什么现在才？我欲言又止。时机到了。钱向明望向远处的灯火，你举报的那起贪污案，牵连的人比你想象的多得多。这些年，我们一直在秘密调查，终于把整个网络都摸清了。所以我被调到档案室，其实就是被牺牲了。我苦笑着问，不完全是。钱向明认真地看着我，当时确实有人想要打击报复你，我无法直接阻止，只能顺水推舟，让你先到档案室避一避风头。我本想过几年就调你回来，但案子越查越复杂，涉及的人越来越多，我不敢轻举妄动，怕打草惊蛇。后来我退休了，案子移交给了专案组，直到最近才彻底告破。所以您今天来是专程为我平反的。我有些动容。是的，也是为了感谢你的牺牲。钱向明郑重地说，这15年，你默默承受了太多，我已经习惯了。我淡然地回答，从明天开始，你的生活会有所不同。钱向明意味深长地说，县里已经决定任命你为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。我惊讶地看着他，没想到会有这样的安排。这只是开始。钱向明继续说，1个月后，你会接到省纪委的调令，任命你为监察室副主任，主管案件调查工作。我一时语塞，难以置信。你有这个能力，也值得这个位置。钱向明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好好干，别辜负组织对你的信任。我站在寒风中，心情复杂难明。15年的坚守，终于迎来了回报。谢谢您，钱厅长。我诚恳地说，不用谢我，这是你应得的。钱向明微笑着说，记住，无论环境多么艰难，坚守正义和原则的人，终会得到回报。我点点头，心中充满感激和释然。15年的委屈和坚守，在这一刻终于得到了认可和回报。钱向明掐灭烟头，与我一同走回酒店。明天会有人联系你，安排交接工作。他最后叮嘱道，好好准备，新的挑战就要开始了。我会的，我坚定地回答。目送钱向明离开后，我独自一人站在酒店门口，抬头望向夜空，星光闪烁，冬夜清冷，
15年的风霜雪雨，终于迎来了拨云见日的一刻。第二天一早，我照常去上班。档案室里，孙亮和方小文的态度明显不同了。他们看我的眼神中充满了敬佩和好奇。赵主任，您真是太厉害了！方小文忍不住赞叹。昨晚钱厅长说的那些话，太令人震撼了。只是做了分内之事，我平静地回答。那您以后还会留在档案室吗？孙亮小心翼翼地问道。我微微一笑，没有直接回答。档案室的工作很重要，我这些年也习惯了。孙亮和方小文对视一眼，显然对我的回答不太满意。他们肯定听说了些什么，但我不想过早透露。毕竟官场上的事情，没有正式文件下来之前，一切都是不确定的。上午10点，县政府办公室打来电话，通知我去会议室参加紧急会议。什么会议？我问道。赵主任，您直接过来就知道了。电话那头的语气异常恭敬。我放下电话，整理了一下着装，走出档案室。路上遇到了几位老同事，他们主动向我打招呼，态度比往常热情得多。我淡然回应，心中却清楚这一切的变化，人情冷暖不过如此。会议室里，县政府的主要领导都在场。刘明辉坐在首位，看到我进来，立刻站起身迎接。赵主任，快请坐。他的态度比昨晚更加恭敬。我点点头，在指定的位置坐下。四周的领导们纷纷向我点头致意，眼神中充满了尊重和一丝好奇。这些人中，有的是我的老同事，有的是我曾经的部下，还有的是我从未正式交流过的领导。但今天，他们看我的眼神都不一样了。今天召集大家来，是要宣布一项人事任命。刘明辉环顾四周，然后宣布，经县委、县政府研究决定，任命赵守信同志为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，即日起生效。会议室里响起掌声，但我能感觉到一些人眼中的不情愿和嫉妒。我站起身，简单的表达了感谢，感谢组织的信任，我会尽力做好工作，不辜负大家的期望。说完，我坐回座位，表情平静，内心却是波涛汹涌。15年来，我从未想过会有这一天，从被边缘化的档案室管理员，一跃成为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。这种转变让我自己都难以置信。会议结束后，大家纷纷上前祝贺，有的是真心实意，有的则是逢场作戏，但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，记在心上。散会后，刘明辉单独留下我。赵主任，这些年委屈你了。他勉强挤出一丝笑容。刘县长客气了，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。我平静地回答，以后有什么需要尽管提。刘明辉说完，匆匆离开了会议室。我知道他并不是真心实意地欢迎我的回归，但这已经不重要了。接下来的一周，我开始交接档案室的工作。15年来整理的每一份文件，我都细心地归类整理，确保后来者能够轻松接手。孙亮被指定为接任者，他对这个安排既兴奋又紧张。赵主任，我怕自己做不好，他坦诚地说。档案室的工作看似简单，实则繁琐，需要耐心和细心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你会做得很好的。方小文则有些依依不舍。赵主任，您走了，档案室就没那么有趣了。他半开玩笑地说，工作认真点，别给孙主任添麻烦。我笑着回答。县政府内部的氛围也在悄然变化，那些曾经对我冷眼相待的同事们，现在纷纷主动与我打招呼，邀请我吃饭聊天。徐建业特意设宴邀请我，
席间举杯道歉，言辞恳切：“老赵，这些年我们误会你了，实在对不起。”我举杯回敬，笑而不语。人情冷暖，世态炎凉，这些年我早已看透。1个月后的某个下午，我正在办公室处理文件，电话铃声响起：“赵守信同志，这里是省纪委人事处，请你明天上午9点到省纪委报到。”电话那头是一个陌生的声音：“有什么事吗？”我问道。虽然已经知道答案，有一项新的任命，具体情况明天会告诉你。对方简短的回答。放下电话，我深吸一口气，钱向明的承诺实现了。我收拾好办公桌上的物品，准备向刘明辉请假。刚走到他办公室门口，就见他急匆匆地迎了出来：“赵主任，听说省里调你去工作。”刘明辉的语气中带着一丝不安。“是的，明天去报道。”我平静地回答。“什么职务？”他试探性地问道。“还不清楚，明天才会知道。”我没有透露钱向明告诉我的信息。刘明辉点点头，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。“那个，有空常回来看看。”他勉强挤出一丝笑容。“一定。”我微笑着回答，心中却知道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与他交谈了。离开刘明辉的办公室，我径直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，开始整理个人物品。这1个月来，我很快适应了办公室副主任的工作。虽然离开档案室已经15年，但办公室的业务我依然熟悉，很快就上手了。同事们也很配合我的工作，态度恭敬，执行力强。但我知道，这不是因为我个人魅力，而是因为钱向明的那番话：在官场上，什么都可能变，唯有实力和靠山是永恒的。如今我有了靠山，自然受到尊重，但我不会忘记那15年的冷遇和边缘化，不会忘记那些曾经视我如无物的人们。这不是记恨，而是清醒。官场如战场，不谙世事者必然吃亏。我已经付出了15年的代价，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。回到家中，我开始整理行李。15年来，我一直住在县政府分配的老旧单身宿舍里，房间不大，但收拾起来也不费事。简单的衣物、几本书籍，还有一些珍藏的照片，这就是我15年来积攒的全部家当。收拾到一半，电话铃声响起，是徐建业打来的。“老赵，听说你要去省里工作了。”电话那头，徐建业的声音有些犹豫。“是啊，明天去报道。”我平静地回答。“什么职务？”他好奇地问道。“还不确定，明天才知道。”我没有多说。“那个，我今晚请你吃个饭，给你送行，怎么样？”徐建业的语气中带着一丝歉意。我沉默片刻，然后婉拒了：“今晚要收拾东西，改天吧。”“那祝你在新岗位上一切顺利。”徐建业的声音有些失落。“谢谢。”我简短的回答，然后挂断了电话。这15年来，徐建业从未邀请我吃过饭。如今得知我要去省里工作，可能是担心我在新岗位上对他不利，才急忙修复关系。但对我而言，这种关系已经没有修复的必要了。不是记恨，而是看透。人性如此，何必强求？第2天一早，我驱车前往省城。临行前，我特意回到档案室，看望孙亮和方小文。“赵主任，听说您要去省里工作了。”孙亮惊讶地问道。“是啊，新的工作，新的开始。”我微笑着回答。“是什么职务啊？”方小文好奇地问。“等确定了再告诉你们。”我没有直接回答。临别前，我对孙亮说了一句话：坚守本心，总会有人看见。孙亮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
我最后看了一眼这个工作了15年的档案室，每一个角落，每一份文件都承载着我的记忆和坚守。虽然这里曾经是我被贬的象征，但我从未因此而懈怠工作。每一份档案我都认真整理，每一个请求我都尽力满足。这种职业精神或许是我这15年来最大的收获。离开县政府大院时，我没有回头看一眼，那里有我的过去，但不是我的未来。到达省纪委后，我被直接带到人事处，一位中年男子站起身，热情地握住我的手。赵守信同志，欢迎加入省纪委，我是人事处李处长。李处长好，我礼貌地回应，这是你的任命书。李处长递给我一份文件，省纪委决定任命你为监察室副主任，主管案件调查工作，正处级待遇。我接过文件，心中百感交集。从科级干部直接升为正处级，这在官场中是极为罕见的。钱厅长对你评价很高，说你是一位有原则、有担当的好同志。李处长补充道：谢谢钱厅长的信任。我真诚地说，下午会有人带你熟悉环境和工作，明天正式上岗。李处长站起身，示意送我出门。麻烦李处长了，我礼貌地回应。走出人事处，我独自一人站在走廊上，心情复杂难明。从被边缘化的档案室管理员，到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，再到省纪委监察室副主任，这种跨越式的升迁，在我的人生中从未想象过。15年的坚守，终于得到了回报。下午，一位姓张的科长带我熟悉了工作环境和业务流程。监察室的工作比档案室繁忙得多，但也更有挑战性和意义。我负责督办一些重大贪腐案件的调查工作，能够直接为反腐倡廉事业做贡献。同事们尊重我的经验和能力，领导也给予了充分的信任和支持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很快适应了新的工作环境和职责。我将15年来在档案室养成的细心和耐心带到了新岗位上，很快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认可。有一次，我在审阅一起贪腐案件的材料时，发现了一些细微的疑点。通过深入调查，最终揭露了一个隐藏多年的贪腐网络，为国家挽回了巨额损失。这次成功的调查让我在省纪委内部迅速建立了威信，领导对我更加信任，同事对我更加尊重。我知道，这一切都是我15年坚守的结果。如果当初我选择妥协，选择同流合污，或许就不会被调到档案室，但我也不会有今天的重获重用和平反昭雪。有时候，我会想起那个腊月28的夜晚，想起钱厅长走向我的那一刻，想起他高声说今天我要第一个敬赵守信同志的场景。那一刻改变了我的命运，但我知道真正改变我命运的是15年来的坚守和坚持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